类美人，大家好，免贵姓国名强，来自北京的黑龙江人，谢谢大家。国强，欢迎你。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24位女生对国强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男嘉宾你好，我不喜欢你的那个蜈蚣辫子，是不是叫蜈蚣辫子啊？还有你的小胡须，感觉涩涩的。谢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嗯，好。18号。哎，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正面形象特男人，然后背面那么长的一辫子是假的吗？是真的，我的目标是留到这个位置。哇，你这个留了几年了2年。23号。辫子都是自己编吗？就是那个早上起来梳什么的。去美发店他会给编好。啊，23号。男嘉宾，你一出场哈，我就觉得你要不穿这西装，我真以为你是穿越过来的，就是特别像古代人。然后你留着辫子有什么目的呀？留那么长，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个一会 VCR 里好像有介绍。啊，好，来，我们先看第一条。据《左传》记载，国姓是姜子牙的后代，国强，江湖人称小古董，平生最好抚琴喝酒，现以藏酒为生。本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喜欢琴棋书画，也获奖无数。我喜欢古琴，因为它能给我带来一种意境。我也追求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字如其人，静而悠远。从小到大，我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经常会受到我叔叔的批评。后来我指着我叔叔的头发说：“有一天我一定会超过你，你扎1个小辫，我扎3个。”本人原任北京6区中央警卫师特种兵，03年复员军人，现已退居商业，下海经商。我自己亲历经过干过的行业有20多种吧，包括房地产、影视公司、公关公司、广告公司、互联网等等等等。有人说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是因为我跟别人大部分都有共同语言，他所做的行业我都略知一二。本人平时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便是饮酒。当然，我喜欢饮用的是老酒，同时我也是做老酒收藏。在老酒收藏这个领域，全国排名前3甲。老酒不同年限的价格也不一样，从几万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都有。我呢，不太爱去夜店、酒吧，因为觉得那种地方很低级趣味。片子很有意思啊，有点那种80年代的那种武打片那种风格。哎，我想好奇问一个比较傻的话，你平常喝酒不会都那样吧？那不会，太浪费了吧？太奢侈了啊！19号，男嘉宾，平常你的头发是散着的还是梳着多一点啊？有闪子的时候，也有梳起来的时候。就是在片子里我看你头发散着，我觉得哇，好像我表妹呀。哎，你前面刚说一个人谁像你表哥的？真的好像表妹，就是感觉风韵犹存的样子。我就想说一点，我是一个纯爷们儿。我平常那个不上节目，头发都是梳起来的，然后你散着，我觉得我比你还像一条汉子，我女汉子。22号。男嘉宾，刚刚看那个 VCR 里，我发现你留长发，然后你喜欢练字，然后又自己又有那个武术嘛，然后还愿意喝酒。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有武侠情节呀？还好吧，我追求以前复古的一种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古人，没有歌厅，没有舞厅，没有歌舞厅，他们依然活得很开心，很潇洒。你要活在那个年代，我估计你下班就上那儿去。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喝酒那件事情可以跟我们场上4号聊一聊。你的4号待会儿他喝的都是假酒。6号。
男嘉宾你好，我觉得你很有个性。然后刚刚看您的短片，觉得有一点我跟您一样，咱们都有点不在人间。你以后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会更喜欢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孩子吗？还是说你会喜欢刘亦菲吗？哎，不带这样啊！那种比较接地气儿的女朋友，您会接受吗？我觉得感觉很重要吧。包括合不合眼缘啊，性格各方面合不合呀，这点挺重要的。24号刚才举手的，那个我是看您VCR说，然后收集酒，你是在炫自己拥有这些东西吗？还是这个东西需要炫耀吗？就是只是你一个爱好？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爱好吧。这么着，我今天带了2瓶酒，是80年代的，80年距今有30年的历史。如果我能牵手成功的话，我就把它喝掉。一个是龙酒，一个是凤酒。现在厂家经过历史的变迁，已经不复存在了。酒呢？我能看一下吗？我小心拿着。龙和凤的啊，80年代的。我们先收好啊。没事，你要是牵手不成功的话，你把那个酒就放在这儿吧。没问题。好，我们看下一条。说实话，现在对于感情方面已经有所麻木了吧。我的初恋是在初中时代，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招女生喜欢。然后从我初恋到现在也有20年了，1年365天，20年呢有6000多天，也交了100多段感情经历吧。我呢是一个极其强势的人，自救自己的3字经：自私、自大、自恋，自古以来都是男人主外，女人主内。我觉得如果要是做我女朋友也是一样，在我忙碌之时，我不希望受到任何人打扰，包括我的女朋友。但是每当沉寂下来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有一个人能安抚我的心。我有一个怪癖，就是毕竟是特种兵转业，警惕性比较高。在我睡迷迷糊糊的时候，我的女朋友在旁边看我是感觉到一个阴影，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一挥手，一耳光从床上打到了地下。我心目中的女生，我提2点吧。第一点是我皮肤比较白，我也喜欢白的，黑的是不喜欢，因为我觉得皮肤黑好像会掉颜色，然后看起来总像洗澡没有洗干净一样。另外一点呢，就是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正如郭德纲老师所说，女人嘛，我得分得清前后啊。等一下，我现在给他报告一下，您是我们这么多期节目当中来说自己情感经历前女友数目最多的一个吧，好像是第一个到3位数的是第一个。对，100多个，给我的感觉是你找个女朋友是手到擒来、探囊取物。你干嘛上这节目很不容易啊？你在底下你就随便找一个呗，你想找谁都能找。我现在自己还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吧，我从来不去夜店，不去歌厅，不去酒吧，所以说跟外面打交道这一块还是相对比较少，一般只是在拍卖会，认识的人年龄可能都比你高。我打断一下，你看看那个台上那么多齐刷刷，他们好多人从来不举手的说话。我知道他们要抨击我了，对，这么多人举手。14号。男嘉宾你好，我对你现在开始有意见了。刚开始觉得你还好的，第一，你说你不喜欢皮肤黑的，我就是皮肤黑的，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黑的非常性感啊，你为什么不喜欢呢？而且我不会掉色。男嘉宾20号，不好意思，20号是这样子的，我看了你在 VCR 里边说你谈了100多个女朋友，那你这样子播出来是想让我们24位女嘉宾给你颁一朵小红花吗？那我希望你在下一段感情的时候能问一问自己这一颗全年无休、24小时跳动的心，用真心去对待每一段感情。你要回应一下他们的问题吗？谁需要我回应？20号刚才说的那个。你让我回应你什么？孟老师，1号有问题。我对你刚才说那话我特别不满，为什么男人要有男人样，女人要有女人样？我女人有男人样不行吗？我觉得我性格挺好的，你知道吗？但是让你说完这个话，我特不爽你。真的。但人家自己对不起，孟爷，对不起，我我说这么句话，一个个来。你爽不爽不重要，因为你活你的人生，我活我的人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可能很多男性喜欢你，但是可能你不是我的菜，我不喜欢这样的人。我知道，但是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你的女朋友说我想喝你那瓶最贵的酒，你会不会给她喝？喝吧，有啊。那你100多个女朋友都要喝，你是不是个个都给喝？我初中时候还没做酒。20号。那个，我觉得啊，咱们大家抱着相互尊重，灭我灯的一些女嘉宾提问题，我就不回答了，谢谢。哇，男嘉宾我你好。说话太行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孟爷爷。你灭了他。男嘉宾让我说，我没灭你灯，我觉得你这个态度，你说相互尊重，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尊重我们呢。哎，你看你那态度，哎，就好像是哇。您是大爷是吧？你看你的恋爱观有问题，你现在觉得自己错了。男嘉宾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类型，我不觉得这个错，但是你可能是就各个方面要求太全了。我只能说，这个时代白的不一定富，富的不一定美，美的不一定白，又白又富又美的不一定喜欢你。所以哥们儿遇到不错就嫁了，别再挑三拣四了。您想回应他们谁呢？还是都可以回应一下？那只是我之前的过去。对啊，这个人过去的事儿，过去的问题了。我觉得不一定每个男嘉宾站在这里，他可能真的交过10个、20个、30个、50个，甚至比我还多，他会像我一样坦诚。我知道女人喜欢听这种美妙的语言，但我觉得你没有在坦诚，我觉得你有点在炫耀的感觉。你的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一个懂女人、不懂感情、不懂爱的人。我承认。你让人把话说完，你们说半天了，这给人家点时间说话。来，你把话给我承认。作为女嘉宾啊，你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从小到大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我跟你们也一样，我也有不同经历，你们不了解我的经历，所以说你们茫然的去评判一件事情不太合适。男嘉宾，那如果你面对一个有过100多个男朋友的，他说100个就100个了。都在质疑他所有的诚实性。你们这在质疑的是价值观，我在质疑的是这100个的数量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双方付出情感，不是说今儿当我女朋友吧，然后那个第2天分手的时候就算一个，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我算了，可能也会有问题啊。每个人标准不一样。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我们把下面一条片子看完再说。你好，宁财神，我想跟你商量一个事情。就是说我非常想坐你的位置，当然呢，我也记得你曾经上节目中说过，你最大的2个痛苦，第一个是高考考数学是吧？第2个就是说录节目，那我去替你解脱一下。我呢，相对感情经历也比较丰厚，比较了解男人和女人，我觉得我坐那里比较合适，同时把你解脱出去，然后你好去找小德。他这个我稍微回应2句，反正那个都已经清零了，我也不怕他们忽然灭灯了啊。那个我觉得是这样。不，我先问一下，你这是开玩笑的，跟老师开玩笑，还是当真有这个想法？没有开玩笑，哦，没开玩笑。不是，他是这样，在这儿就坐在这儿啊，他首先就算不是特别招人喜欢吧，他也不能招人烦，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条件啊。而且呢，你看。而且你可以发现哈，那个坐在这个位置，他上的人头发都很短，因为这个是因为台里要求啊，他不能有头皮屑。还有呢，就关于情感的问题哈，我们看有2种人，一种呢就是一条美食街，然后每到一个馆子只点一个菜，然后把发票搜集起来给人看，看我每个饭店都去过，还是我盯着一个饭馆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把这个所有的菜吃完。那么当其他人去听从美食的建议的时候，我相信人们会倾向于听后者的建议，对吗？然后最后一个要求，我觉得，因为既然您也是有品位的人。是也算做奢侈品行业的人呢，我觉得需要注意细节。像我这种屌丝，无所谓，我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那么像您这样，比如打比方抽雪茄，我们不要求你抽鲜雪茄啊。那个那个旁边那铝桶啊，摆着它特别难养，手一搓就掉皮儿了，所以咱以后就不能露这怯。还有呢，就是拿红酒杯的那个姿势啊，得稍微讲究点，否则因为别人会对比如你的同级别的人，他会对你这种细节的不讲究，认为你对你的白酒也不懂，他会影响这个判断，我觉得特别不值。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王老师，
其实我是特别不想说最后这一段了，因为感觉好像都是在围攻似的啊。可是坐在这里是有责任的，其中你第2段 VCR 有一段话，我想你能够给你个机会，你把它说明白一点，以免节目播出之后大家会有一种误解。你说你的3字经是？自私、自大、自恋。你说这个话是为了语惊四座，想有惊世骇俗的效果，还是说其实这怎么会有这样的每个人都会有一点，只不过是过不过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自然我存在的问题，我很坦诚。谢谢。然后你讲到了有些地方是低级趣味，然后呢你自己也挺向往美好的东西，我觉得这跟你的3字经其实都有冲突。好吧。那个我酒呢？哎，你刚刚说那个把酒送给我们，你要自己喝了？不，送给2位。哎，好，这就对了嘛。生意兴隆，生意兴隆就行了。这个要在淘宝上能卖多少？希望你的事业和情感都很好。下面还有飘柔爱转角的。没什么感受，很正常嘛。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毕竟是过去的事情，接不接受是大家的问题，对吧？我不想为自己解释什么，也不需要解释什么。即使他们怎么去抨击我或去刺激我啊，他们一定是多么的好吗？只不过是大家敢不敢把自己所经历切面对给公众，很自然的，对不对？我第3段 VCR 里说想做财神老师的位置，是真实的想法，并不是说一种调侃。但是我觉得财神老师说话稍微有一点过分。每个人都渴望爱，每个人都渴望被爱，不是吗？我这方面感情方面承认啊，有一些麻木了，希望一个找到能安抚我内心一些伤口的人吧。有请下一位男嘉宾。